大雄的种族能力是什么？贝加庞克能够躲开追杀吗？大家好，我是朱爱笨。17068话海贼王休刊归来，剧情直接平推到弹剑岛战斗打响。从和之国结束后铺垫许久的众多新人物，终于齐聚舞台，准备上演好戏。小结一下这段剧情，发现有一个人贯穿整个弹剑岛篇的故事，他就是原王下七武海曾经的革命军同伴，现在已被完全改造的巴索罗敏大雄。1054话时，黑马在向赤犬报告中就提到了被同伴救走的大雄。这是自圣地骚乱后，大雄再次出现在故事中。从这里开始，大雄成为剧情中的一条分支，穿插在随后开启了弹剑岛篇的故事中。接着是在1058话，我们见到了平安抵达人妖王国的大雄，龙正在向大雄打听这几年在圣地的见闻。萨博突然来电，然后就发生了1060话的露露西亚事件。几天后，草帽一伙抵达弹剑岛。与此同时 ，CP 肌肉小队带着赤天使大雄也即将到达。紧接着，在1063话，路飞和波尼遭遇了警卫大雄的攻击。下一话1064话，骚乱之后，圣明和波尼聊起了大雄的过往，并提到了他的特殊种族。也是在这一话的末尾，贝加庞克和龙秘密通话，并说自己快要死了。然后是1066话，贝加庞克的回忆里，大雄与革命军串死三巨头的形象出现。很快下一话1067话，波尼攻击贝加庞克，将大雄的恩怨摆上台前。最后贝加庞克看着吓晕的波尼，说有某个东西要交给他。与此同时，罗布鲁奇抵达弹剑岛，人妖王国的大雄也突然暴走。最后就是这周的1068话，大雄用肉球果实能力离开人妖王国。CP 肌肉利用赤天使进入弹剑岛。细算下来，在这个过渡篇章里，大雄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无论是他本人，还是赤天使熊、女儿波尼、战友龙，还有贝加庞克，还是模仿他制造而成的警卫熊，这些角色的故事都围绕大雄这个核心展开。显然这并不是凑巧，而是尾田想要用大雄来推动整个弹剑岛篇的发展，并交代与他有关的几个秘密：革命军的起源、胜利事件的背后，以及他的特殊种族能力。前两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之前的多期分析里聊过，唯独第三个问题，大雄的特殊种族能力一直没有线索。直到1068话，我们看到了有趣的镜头，模仿大雄制造出来的赤天使 S 熊也拥有肉球果实的力量。那么说上之前已经出现在 S 鲨鱼身上的游泳果实，以及之前贝加庞克提到的塔之助那颗人造恶魔果实的开发过程，我们可以确定贝加庞克已经掌握了从血统因子中复制本体能力的技术，虽然还做不到绝对完美。而从 S 鲨鱼的例子来看，贝加庞克给赤天使挑选的能力会跟他们的种族特长有关，比如鱼人族擅长游泳，那就让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游泳。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贝加庞克复制了肉球果实，却只用在了赤天使 S 熊身上，是不是意味着肉球果实的力量与大雄的种族特性搭配，才能发挥出最强的效果？因为贝加庞克是完美主义者，驱使他要打造出完美的七武海，各种意义上的完美。当初贝加庞克看中大雄的特殊种族，并开始和平主义者计划，但奇怪的是，肉球果实的能力并没有被复制到初代和平主义者身上，他们拥有的是还原的激光，也就意味着比起恶魔果实，大雄身上还有一种更有价值的力量。如果说七武海本体的血统因子决定了赤天使的长相和身形，诺拉里亚族的血统因子决定了赤天使的外表特征，那么大雄一族的血统因子又用在什么地方了呢？早期登场时，大雄几乎是无敌的存在，冷酷沉默的外表、强大无解的能力以及晦暗不明的立场，都让人对他的真正实力浮想联翩。神奇的肉球果实能力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人拍飞，从这个岛屿跨越大海，直至抵达某个遥远的地方。在香波地群岛事件的尾声，大雄其实凭借这个招式将濒临灭团的草帽一伙一一送走。而事后来看，他们每个人都去了正确的地方，所抵达的岛屿上一定有他们当时急缺的知识或力量，等于是大雄给他们选好了学校。海贼王里人人皆是老师，但像大雄这样的算是个教育中介。而奇怪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大雄是如何精准的使用肉球果实能力，确保每个人都能抵达正确的岛屿呢？要知道，海贼王世界中的航行有非常多的限制，在伟大航路中更是需要借助记录指针来航行，大雄却可以在没有任何航海工具的帮助下成功找到目标。有趣的是，以大雄为模板复制出来的初代和平主义者，同时也拥有极为惊人的感知能力，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识破目标的伪装，并准确判断出他的身份。这种能力很像见闻色，但机器人并不是人类，这种感知能力应该不是霸气，更有可能是贝加庞克采用的某种技术。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大雄上半身的衣服，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准星，是不是尾田在暗示大雄具备某种瞄准锁定目标的能力呢？联系到1068话大雄的行为，这种猜测有了更多支撑。我们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弹剑岛的波尼遇到危险的时候，大雄就开始暴走了呢？这固然可以解释为一种父女间的血脉羁绊，但如果算上之前大雄精准助学的事迹，更有可能是他具备某种特殊能力，让他能够发现或者感知波尼的危险。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大雄所具备的特殊种族能力是一种感知和发现的力量，让他能够精准找到目标的位置，再搭配肉球果实的神奇力量，就能实现穿越大海的壮举。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波尼这次的遇险，他为了找贝加庞克报复，用关键抵住后者的脖子，结果引来大量虫子，波尼在惊恐中晕厥过去。
这种剧烈的情绪变化，也许让大雄感知到了波尼的危险，并开始暴走。现在大雄突然从人妖王国消失，最大的可能即是前往弹尖岛去营救自己的女儿。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确定两座岛屿间的距离，但凭借肉球果实和定位能力，相信大雄会在弹尖岛这场骚乱的尾声出现。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他。正如我们开篇时所说的，尾田为了凑齐这场大戏的演员，花费了不少心思，而这场大戏也终于在1068话正式揭幕。首先是路飞与陆琪的相遇，既是情理之中，又充满意外。两个老熟人当年在司法岛生死对决之后，又经历了非常多的事件。路飞从一个新人晋升为如今的四皇，而陆琪则从司法岛大战结束后遭到追杀，又重新翻身成为 CP0 假面杀手之一，更加接近权力中枢。两个人的经历都非常传奇，也让两人的重逢充满看点。而没想到的是，尾田这么快就安排两人碰面了。这周漫画更新后，也出现了一大堆恶搞图。一部分人觉得，现在拥有了5档的路飞可以把陆琪分分钟锤死；另一部分觉得，如果打个陆琪都要开5档的话，海贼王的战力又要崩溃了。其实这两部分观点都是认为路飞的实力已经远超陆琪，应该说这是有一些道理的。从尾田旁白对路飞的定位来看，目前他的实力就是新晋四皇的级别。考虑到鬼岛决战中卡老师对 CP0 的态度，几乎就是完全不放在眼里，所以假面杀手与四皇之间还是有显著差距的。不过我们在上期分析里也提到了，陆琪这次行动并没有考虑到草帽一伙的存在，而是以歼灭贝加庞克作为目标。他带来的战力应该足以应对岛上的防御以及吃天使。在这场战斗中，他是针对贝加庞克本人的，与路飞的战斗并不是重点，所以陆琪和路飞看到对方都表现得非常惊讶。路飞要带着波尼去找贝加庞克会合，陆琪则是要把波尼和贝加庞克一起干掉。陆琪和路飞都不是彼此的目标，却又有很直接的矛盾，不得不打。所以尾田有可能安排一场遭遇战，让路飞和陆琪短暂交手一番，给我们过瘾，然后继续推进剧情，以战逃王为代表的第三方势力介入。在之前1061话的分析时，我们就聊到了这位 SSG 队长即将出现，当时还不知道 CP0 正在逼近弹尖岛，而本话在危急关头，施加可以一口气把3名吃天使交给战头王指挥，已经表明了对他的绝对信任。战头王应该就是贝加庞克回忆里所说的那些能够认同他的海军之一，而战头王原本的职责就是贝加庞克的保镖，可以说是与他走得最近的人。现在让战头王迎战 CP0，估计双方也免不了一阵嘴炮，但入侵者还是要赶出去的。战头王与陆琪的这次交手，无论结果如何，很有可能会继续推动海军与世界政府的决裂。而路飞以海贼身份突然出现在政府的岛屿，很可能也会成为战头王的目标。吃天使圣平 vs 圣平本人也是相当有看点，一下子就把这场遭遇战变成了三方乱斗。于是当年在601话时，路飞对战头王说的那句“以后还会再见面”，也可以顺利回收伏笔。不过路飞的主要任务还是带着贝加庞克离开弹尖岛。如果战头王能够拖住陆琪，圣平应该也会劝着路飞赶紧离开战场。这么看来，武田一开始安排圣平跟着路飞，也是为了阻止路飞冲动。毕竟如果是索隆和山治，看到陆琪应该会打得不可开交。除了战逃王以外，附近的海军 G14 支部，本话也被再次提到，这座基地应该离弹尖岛不远。我们在之前的分析里也多次聊到，上面的 SOL 的成员正在谋划着借助吃天使去营救科比。武田当时安排这个桥段，应该是为了贝鲁梅伯之后出现在弹尖岛做准备。而现在弹尖岛已经接连发生了好几次爆炸，附近的海军 G14 支部就算再迟钝，也应该发现异常了，带队前来查看情况，并与战逃王一起阻止 CP0 特工的行动。如果继续推演剧情，贝加庞克撤离弹尖岛后，3台吃天使有可能被留下，交给战逃王和海军看管，那么SOL也就顺理成章可以使用吃天使的力量了。这一下科比就有救了。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大雄，也许会在这场战斗的尾声出现，来确认波尼的安危，并在贝加庞克的帮助下恢复记忆，然后大雄就可以把自己接受改造的秘密、萨博和胜利事件的真相一起告诉草帽一伙了。别忘了，当时波尼登陆弹尖岛时还有个小伏笔，他原本就打算说萨博的事。波尼和大雄分别掌握了胜利事件的部分经过，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胜利事件的线索也就完成了收束。那么，当弹尖岛下层打得不可开交时，上面的实验室层又会做什么呢？本话贝加庞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要去收拾行李，然后就出海。被路飞吐槽像是要去郊游一样，贝加庞克当然不会跟娜美一样要去收拾财宝，更有可能是想要把他最珍贵的知识带走。在他与龙通话之前，应该就已经预见了这场危机，所以准备工作也更早开始了。仔细看弹尖岛的研究层，这座小空岛支撑着贝加庞克的外挂大脑胖克 Records， 是无价的知识宝库。在上海话的分析里，我们就认为贝加庞克不会抛下这个大脑，而是会给空岛安上推进器，一起离开。本话中尾田又给了我们新的线索，注意看卡库飞上空岛时，云朵边缘除了有2条线以外，还有一个数字072，而在之前的1064话时，这里的数字还是066，当时我们还以为是呼应扉页的杰尔玛66，但现在来看，这个会变化的数字更像是一个进度值，可能暗示着胖克 Records 正在执行某种程序，比如某个巨大的引擎正在充能，当达到100时就可以直接飞走。因为在贝加军团1号上，我们就已经见到了反重力装置和推进器这2项技术，
对于贝加庞克来说，推走一座空岛并不是不可能。而在最后的准备时间，就由路飞、战逃丸以及自动防御系统边界穹顶来撑住 CP 特工们的骚扰和袭击。从卡库的行动也能看出来，这座空岛虽然浮在半空中，但是假面杀手级别的 CP 肌肉能够用月步轻松抵达，所以贝加庞克的担忧是没错的。包括路飞带他离开也是有原因的。现在来回顾弹剑岛篇的故事，尾田用未来都市作为包装，核心却是古代王国。未来与古代、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感，就好像两股不同的势力产生矛盾，推动着剧情发展。1068话从 CP 肌肉与贝加庞克的对峙开始，陆启拿 CP 船只在弹剑岛失踪的事件质问毕达哥拉斯，这里透露出世界政府早在2个月前就想要调查贝加庞克了。随着任务一次次失败，级别也从 CP5 升级到了 CP7， 再到 CPA， 最后直接到了 CP 肌肉。不要问为什么没有 CP9， 因为在2年前就打没了，也许重建需要时间。而2个月前这个时间点也非常有意思，差不多是路飞刚刚进入新世界，庞克哈萨德事件发生的时候。也许是庞克哈萨德的遗留问题，让世界政府开始对贝加庞克产生怀疑。这点在鬼岛决战中 ，CP 肌肉也体现了一次。他们质疑那颗失败的人造恶魔果实，并不一定真的是失败品，结果还真的被他们猜中了。除了贝加庞克觉得是失败品外，从任何角度来看，它都是目前最成功的人造恶魔果实。鬼岛决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叠加胜利事件引发的火种，世界政府最终决定痛下杀手，开始灭灯。陆奇小队刚刚完成和之国的任务，紧接着就来执行抹除贝加庞克的任务，说明伊姆和乌老星把他的优先级调得非常高。而当事人贝加庞克觉得自己会被抹除的原因，是太过深入挖掘古代人员的奥秘。打手罗布路奇则暗示贝加庞克之死与露露西亚王国的事件有关。综合这3方面的线索，但是伊姆毁灭露露西亚王国的力量应该与古代人员有关，能够直接毁灭整座岛屿的武器，应该也需要极为强大的动力支持。之前围绕这股力量，我们也讨论了好几期，但尾田留下的线索太少，还有不少谜团无法解释，看来是要继续铺垫，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最后再聊一个乍看不起眼，细品却很有意思的细节。贝加庞克说能量无处不在，这里有，那里也有，这种整个世界都充斥着的能量，究竟是什么呢？表面上看，贝加庞克是在指各种各样的能量形式，但如果和我们猜测的那样，古代人员就是笑声，笑声是不是也完美契合无处不在、充斥世界这2个条件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我们上周的分析。那么以上就是本周海贼王1068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我是朱爱本，下期见。